为你读书，阅读每一本书，陪你逐章感悟，共享思想时间。今天呢是为你读书这个读书栏目开播的第一期，但是在正式读书之前的这一期，我特别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栏目，以及创作这个读书栏目的一些初衷。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听读书播客呢？这个问题我想了挺久了。可能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翻书呢，还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找一种陪伴的感觉，就像需要有人在那里陪你一起进入书的世界。我想起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书，窗外车水马龙，但房间里就是我和书。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说呢，有点孤单，不是那种悲伤的孤单，而是一种渴望分享的感觉，就像读到精彩的地方想告诉别人，读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想找人来一起讨论，那播客可能就填补了这个空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突然想到，这种通过播客听书的方式和真正的阅读到底有什么区别？就像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真正读书应该是慢慢的看每一行字，在某些句子前停下来重复读几遍，或者突然合上书望着窗外想一会儿。但生活节奏这么的快，真的很难找到那种完整的时间和安静的地方。播客给了我一种替代既能知道书里讲了什么，又不用那么累。但这不只是为了知道内容，对吧？更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和别人一起看书的感觉，有人的声音在那里，不那么的孤单。可是这样就够吗？我有时会想，这种快速了解真的能让我们和书产生什么深入的关系吗？担心的是会不会让读书变得特别的表面化，就像快餐一样，听一听大概知道就行了。快餐能填饱肚子，但是给不了那种真正满足的感觉。这让我想起那种被动的感觉。播客里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主播的情感，主播的理解。实际上我们在听故事，并不是在读故事。记得有一次读到一本书的某段话，突然就哭了，是那种突然间被文字击中的一种感觉。如果只是通过播客听的话，我可能只感受到了主播的情感，而不是自己的触动。这让我想起阅读的魅力可能就在于那种直接的个性化的撞击，和作者直接对话，没有中介，没有解释，就是你和文字，文字和你。不过话说回来，完全拒绝播客也不对吧？或者问题不在播客本身，我开始觉得问题可能不在于播客这种形式本身，而在于我们怎么做播客。现在大部分的读书播客感觉都是在做总结，就是把一本书的要点提取出来，快速的告诉你。这确实很高效，但确实也怎么说呢，缺少什么了？缺少那种探索的过程，那种不确定性，那种我也不知道这段话到底想说什么，我们一起想想的感觉。我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读到某段话停下来，皱着眉头想，这是什么意思呀？然后再往前翻几页，或者往后看看，试图理解。有时候理解得了，有的时候还是不懂。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探索摸索的过程，可能就是阅读的乐趣所在。我在想如果播客能够还原这种探索的过程呢？那种一起探索的可能性，不是给出答案，而是一起去寻找答案，不是总结观点，而是一起去形成一个观点。就像我一章一章的读，把我的困惑，我的理解，我的联想都分享出来，不是作为权威，而是作为一个同样在摸索的人。那这样的话，听的人可能就不是在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和我一起思考。他们可以同意我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甚至可以在我还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这种感觉
好像更接近于真正的读书体验。我想起了自己读书的习惯，通常我不会一口气读完一整本书，而是读一章停下来想一想，有时候甚至会写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记录一些触动我的句子，或者我的疑问，或者我突然想到的相关的事情。这些记录很碎片化，也很个人化，有时候连我自己回过头来看自己记的东西，我都会觉得特别奇怪，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想呀？但正是这些碎片化的记录构成了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完整的理解，它是一个有机的活了的理解。如果我能把这个过程分享出来呢，一张一张的把我的即时反应、我的困惑、我的联想都记录下来，和听的人分享。所以我想创作一款不同的读书播客，这样听的人就能感受到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思考的动态过程。它不是静态的结论，而是一种流动的思考。但是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做播客更真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别人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思考的过程。就像你看到了一个精美的建筑，但你看不到它建造的过程。建造的过程可能是混乱的，也很不确定，但是一定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第二个想法是，这样做能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如果我只是告诉听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他们可能会记住一些观点，但不会学会如何形成这个观点。但如果我分享我的思考过程，他们可能会学会如何面对一段话，如何提出问题，甚至如何去寻找答案。第三个想法是，这样能建立真正的对话，不是我说你听，而是我们一起思考。我的分享不过是一个开始，一个引子。真正的对话是在听的人的头脑中，在他和文字的接触中，在他们和我的想法的碰撞中。其实还有一个思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书不应该只是书，我是说，书里的想法、情感、洞察应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系。我记得读了某些段落的时候，就读到某本书的某些段落的时候，经常会突然想起生活中的某一个时刻，或者突然间理解了某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甚至是突然有了改变生活的冲动。这种连接，这种书籍和现实的连接，可能就是阅读最宝贵的部分。那如果在播客里，我想分享这些连接呢？比如某章节讲的东西让我想起了什么样的生活场景，或者对当下的科技发展有什么启发，或者是对人际关系有了一个什么新的理解，这样书就不只是书了，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思考的工具，甚至是改变的催化剂。那我又想起了咱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听读书播客？除了便利性、知识获取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在寻找某种陪伴感，不是那种被动的陪伴，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在那里说话，而是一种共同探索的陪伴感。就像和朋友一起逛书店，一起发现新书，一起讨论读到的内容。这种陪伴可能是双向的，我在和听的人分享的时候，我也不是孤单的，我有一种感觉，有人在听，有人在和我一起思考，有人可能因为我的分享而有新的发现，这种感觉很温暖。这也让我想起了社区。如果这样的播客能够吸引一群热爱读书、热爱思考的人，他们会不会形成某种社区呢？不是那种正式的有组织的社区，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他们能够去共同分享兴趣和经验的社区。
他们会在评论区里分享自己的想法，可能会推荐相关的书籍，可能会讲述自己相似的经历，他们之间可能会形成对话，也会产生新的想法，甚至是建立友谊。我想象着这样的场景，有人在评论里说，这一刻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另外一个人回复，我也是，但我想到了我的妈妈的另外一面。然后他们开始分享各自的故事。那这种互动，这种基于书籍的互动，可能比单纯的信息传递更有价值。当然，这样做肯定是有挑战的。首先，投入。逐章的分析需要深入的阅读和细致的准备，每集内容的创作可能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需要不只是读书，还要思考，还要记录，还要组织，还要表达，然后是受众。这种慢节奏的内容可能不适合所有人。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快节奏，习惯了高效率，习惯了直接的答案，碎片化的内容。可能我的博客只能吸引一小部分人。还有一点就是平衡，我的想法和感受是很个人化的，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产生共鸣。如何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也让内容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个问题。但是这些挑战也让我兴奋。为什么兴奋呢？为什么说兴奋呢？因为我想是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它就是很有吸引力的。做一个标准的成功的播客有很多的模板可以参考，但做这种探索性的播客没有标准答案，它也没有成功的保证，一切都需要摸索。这种摸索的过程就像阅读本身一样，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我想象着这样的时刻，重新读一本喜欢的书，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和听众的互动中听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为某期节目改变了某个问题的看法。这些时刻可能就是做这种播客最大的收获。然而我也突然意识到我刚才一直在试图设计一个完美的播客，但是如果播客的精神是探索性的、开放的，那么播客本身它也应该是不完美的，是在成长中的，是允许出错的。也许第一期会很糟糕，也许有些想法后来证明是错的，也许有些集的质量会参差不齐，但这些不完美可能正是这种播客的魅力所在。它让听的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思考过程，一个真实的人在与书籍、与想法、与自己的局限做搏斗。这种真实性可能比任何完美的制作都更有价值。试想一下，这样的播客具体会是什么样呢？比如我在读某本书的第3章，讲的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我可能会先读一遍，然后分享我的第一印象。这段话我读了3遍才理解，作者似乎在说时间不是线性的，但我不太确定这意味着什么。然后呢，我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某一段经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自己暑假的感觉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呀。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暑假又好像只是一瞬间。接着我可能会再提出问题，如果时间不是线性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用线性的方式来规划生活呢？为什么我们总是焦虑于时间不够用呢？然后我可能会承认我的困惑，我还是不完全理解作者的观点，也许下一章会有更多的解释，也许听的朋友们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样的分享就不是在教授什么了，它是在邀请大家一起和我思考。另外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播客节奏的一些思考我想这种播客的节奏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太快，因为思考是需要时间的，但也不应该太慢，因为一旦慢了就会让人失去耐心。那这个节奏更应该是像散步的节奏，有的时候走得快一点，有的时候停下来看看风景，有时候因为突然的发现而改变路线。这种节奏的不规律性可能正是它的特色。但是忽然也担心起一个问题
这样的播客能持续多久呀？深度阅读和分享需要很多的精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听众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反馈，我会不会坚持不下去？但是也许持续性不是最重要的，也许重要的是在我能够坚持的时间里，创造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建立一些真正有意义的连接。即使只有很少的人听，即使只坚持了几个月，如果真的能够影响到一些人的阅读体验，能够激发一些人的思考，我想那也已经足够有意义了。绕了这么一大圈，我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听读书播客？我现在的想法是，也许我们不只是在寻找关于书的信息，我们在寻找关于思考本身的体验。我们想知道别人是如何与书籍对话的，别人是如何面对困惑的，别人是如何从阅读中获得启发的。我们想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陪伴；不是结论，而是过程；不是教导，而是分享。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分享的博客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虽然这个想法还有不少不成熟的问题，但也许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在想清楚之前就开始，在完美之前就行动。也许这种播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完整性，它的探索性和它的开放性。也许它能吸引的正是那些同样喜欢不确定性、喜欢探索、喜欢挑战、喜欢在不完美中寻找完美的人。也许我们一起能够创造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连接可能。我想说的是，这些想法还在变化之中，可能下次真的开始做了，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可能听众的反馈会让我重新思考一切，可能实际的体验和想象完全不同，但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兴奋。总之，希望能做一个不一样的读书播客，它不只是告诉大家书里说了什么，而是一起感受，一起思考，一起成长。最后，我想用一句我自己设想的口号结束：为你读书，阅读陪伴，思想时间。这也是开始。希望您关注我的频道，也希望我坚持，我们一起走得更远。谢谢大家。